今天呢是想要借由顺便回答我们实验室学弟问的一个问题来解释说，目前常见的英国冠状病毒的突变在结构上有哪些的变化。那首先呢，我们实验室学弟问的问题是如图所示，就是他说，学姐，我想要请教一个拍沫的问题，我如何可以利用拍沫呢，将特定的氨基酸以一颗球来做表示。那这位学弟呢，他其实自己有尝试过，那他使用的是 sphere 的表示法，画出来之后呢，这个氨基酸上的每一个原子都变成球状，但并不是一颗球来代替一个氨基酸。那这边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的画法。那我们来看看，就是用哪个结构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想要回答这个拍沫问题的时候，来解释 SARS-CoV-2 Alpha variants， 就是英国冠状突变株在结构上有什么特色。那我们由美国 CDC 的网站可以看到说，目前的 Alpha variants 呢，英国突变株在 Spike protein 上有这些的突变，包含了3个氨基酸的部分有 deletion 消失的情形。那另外还有一些氨基酸从原本的种类变成别种氨基酸，例如501这个位置从原本 N 这个氨基酸 asparagine 变成 Y 这个氨基酸 tyrosine。那大名鼎鼎的 D614G 呢，其实是我觉得可以独立出来做另外一个专辑。那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做。我觉得 D614G 的部分其实蛮有趣的，非常可以利用结构生物学的方式来做讨论。那这边呢，我们会拿来画图的是 N501Y。我们可以看到说，表上有一些突变呢，会有括号和星号的方式来表示。那它的意思是说，例如 E484K、S494P、K1191N 这3个位点呢，并不是每个样品检测出来之后都有看到。那其他的部分呢，像是 N501Y 就是每一个英国变种病毒都会有看到的情形。我们到 PDB Protein Data Bank 的网页呢，找一个结构来画好了。我们用 6VW1 这个结构来举例。那它是发表在2020年发表在 Nature 的这个 X-ray 晶体绕射结构。那是 SARS-CoV-2 的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就是 RBD， 和它的 Receptor Human ACE2 之间的Compress Form 的结构。那我们打开拍沫，那我们可以利用 fetch FETCH 这个指令，直接打上你要下载的 PDB code 6VW1， 它就会直接下载完之后，在拍沫的界面上打开。那我们杯冠表示成白色比较清楚。然后我们将蛋白质用 cartoon 的方式来表示。我们从 PDB 6VW1 的界面呢，可以知道说，这一组结构里面 AB chain 呢是 human 的 ACE2， 然后 EF chain 是 SARS-CoV-2 RBD。那我们将它们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才比较明了。那首先呢，我们在 Display Sequence Mode 的地方选择 Chains， 然后把 Sequence 叫出来。A 跟 B chain 是 Human 的 ACE2 嘛，那换成一个我觉得比较美的颜色好了。OK， 那 E 跟 F 是 SARS-CoV-2 的 RBD， 也换个颜色。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呢，这除了 A、B、E、F 以外，还有其他的英文字母。其实我们可以从 PDB 的界面看到说，其他的东西是，比如说像是 Zinc 锌、金属，还有比如说 Chloride 氯之类的，还有 NAG 跟 EDO 可能要点开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很有可能是形成这个晶体的过程中，在条件里面的小分子。
通常会是沉淀剂这一类的小分子。那这些小分子呢，今天就不在讨论里面，就我们先不用管它。好，那可以看到说这个组结构里面的蛋白质之间是以镜像的方式来对称，那我们就选其中一组来做代表 B 跟 F 好了，然后先把它们 copy 成另外一个 object， 就可以把其他的东西关掉，那把它们移到中间。好，我们要讨论的地方稍微放大一下，然后再把 sequence mode 调回 residue codes， 就可以以每一个氨基酸以一个英文字母来代表，然后找到我们要讨论的拿来做讨论的 N501。好，我们回到实验室学弟的问题，他说学姐，我要怎么用一颗球来表示特定的氨基酸？那我们这边要怎么用一颗球来表示 N501 氨基酸呢？通常大家习惯表示法是会用sticks 来表示氨基酸，而且通常呢也会习惯是用elements 不同的颜色来去表示，而且习惯性呢，蓝色是氮原子，红色是氧原子。那如果依照我们实验室学弟的画法呢，选了 spheres 的话，就会整个氨基酸上的每一个原子都变成一颗球不符合他想要问的问题的要求。那要怎么用一颗球来代替一整个氨基酸呢？那我自己的画法是，我会首先将 selection mode 选成 atoms， 然后选取backbone peptide bond 上面的氮原子。我会选择backbone上的原子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就不会受到 side chain 的长短的影响。那选择了 N501 的peptide bond 上的氮原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它 show spheres， 或是 show as spheres 也可以。show as 的话，就是它原本其他的 cartoon 的部分就会被取代掉。那我们 object one 就 show as cartoon， 就可以看到说，只用一颗球来代替 N501。那依照你绘图的需要，你想要换成其他颜色也可以。有些人可能会全部都用，比如说用绿球来代替，都是 asparagine 这一类氨基酸的分布。那接着呢是这个 default 的球状表示法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棱角，有点像是多面体的感觉。那我个人的美感，我比较喜欢它是正球状。那我们就可以用 set sphere quality 的这个指令。default 是1，就是现在的情形。那换成2的话，就会变正圆形正球状。然后，如果依照你个人所需的话，也可以去修改球体的大小。现在的大小是1号嘛？那就是说我要大一点，或者是我要小一点，都可以。好的，那到这边就回答了我们实验室学弟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利用 PyMol， 然后只用一颗球来代替特定的氨基酸。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 part， 就是要来解释说，用结构呢来解释为什么英国突变的冠状病毒的传染力这么的强。那目前有很多的 paper 有尝试要去解释这个问题。那我目前看到比较多被接受的原因呢，除了接下来要被独立出来成另外一个专辑的 D614G 以外，就是 N501 的这个突变。为什么 N501 变成 Y 之后呢会有所影响？那其实我们必须看看它对面的receptor 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对面 ACE2 的部分呢，这个 interface 的部分有一个氨基酸 Y41 tyrosine 41，我们一样让它
short spheres。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呢，这个 Y41 它的 side chain 呢是一个苯环，原始的武汉株是长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利用 PyMol 的 mutagenesis 的功能，将特定的氨基酸在结构上做突变，将它突变成 tyrosine。就可以看到说，如果这个 N501 突变成 Y 之后呢，变成 tyrosine 之后，它的结构的情形可能就会像白色的这个情况，它的 side chain 在这里。那因为 tyrosine 的 side chain 是一个苯环嘛，那两个苯环在结构上、空间上靠得近的时候呢，就可以互相以 peptide interaction 来做稳定。那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稳定呢，而使得英国变种病毒的spike protein 上的 RBD domain 去结合 human SE2 的能力就增加。那今天的部分就到这边。